10分钟读一本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的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这本书以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对话形式，为我们揭开了阿德勒心理学的神秘面纱。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？你是否时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？你是否认为人生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？让我们跟随书中那位勇敢提问的年轻人，一起走进这场颠覆认知的心灵对话吧。第一部分，被讨厌的勇气，就是活出真实自我的勇气。谁会愿意被别人讨厌呢？从小到大，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做个受欢迎的人，要与人为善，要让身边所有人都喜欢自己。但书中的哲学家却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：如果你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，就必须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仔细想想就明白了。当你总是担心别人会不会讨厌你，总是努力让所有人都满意时，你其实已经失去了做自己的自由。你开始戴着各种面具生活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做着内心抗拒的事情，一点点的压抑和背叛真实的自己。这样的场景你一定很熟悉。公司聚餐时，明明你不胜酒力，却因为怕被同事说不合群而硬撑着喝酒。朋友约你看一部你毫无兴趣的电影，你心里不想去，但担心朋友不高兴，还是勉强答应了。职场上遇到不公平的事情，明明内心有不同意见，却因为怕被贴上难相处的标签而选择沉默。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简直数不胜数。每一次违心的妥协，都在消耗着我们宝贵的生命能量。每一次对真实自我的背叛，都让我们离真正的自己更远一步。时间久了，我们甚至会迷失方向，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真正是什么样的人。书中有一段对话特别让人深思。年轻人困惑地问哲学家：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，可能会失去很多朋友，让家人失望，在职场上不受欢迎，这样的代价真的值得吗？哲学家的回答一针见血：那些因为你不迎合他们就离开的人，真的算得上是朋友吗？那些只有在你按照他们的期望行事时才满意的人，真的爱你这个人吗？那些需要你违背内心才能获得的认可，真的有什么意义吗？这番话真的是醍醐灌顶啊！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选择，真正爱你的人会支持你做自己，真正有价值的认可从来不需要你牺牲真实性来换取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你真正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时，反而会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，你不再刻意取悦所有人，却能吸引到更多真正志同道合的人。因为真实的你散发出的能量是强大的，有感染力的。那些真正欣赏你的人会被这种真实深深吸引，而那些只喜欢虚假面具的人自然会离开。这个过程或许会有些痛苦，你可能会失去一些表面的朋友，面临一些质疑和批评，但这个过程也是无比解放的，因为你终于可以卸下伪装，按照内心真实的声音去生活了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被讨厌的勇气绝不是故意与人作对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而刻意标新立异，更不是伤害他人的借口。它的本质是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勇气，是在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依然能够忠于内心的勇气。第二部分，过去不决定现在，是你在选择痛苦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另一个颠覆性的观点。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为自己的现状找理由？我之所以这样，都是因为童年时父母对我不好，我天生性格内向，所以不擅长社交，我以前受过感情伤害，所以现在不敢再去相信爱情。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用过去的经历为现在的困境寻找原因。但阿德勒心理学提出了一个完全颠覆我们认知的观点：真正决定你现在状态的，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是你选择赋予那些过去经历什么样的意义。书中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个人总是说自己因为童年被父母打骂，所以现在性格特别暴躁。但按照阿德勒的观点，不是因为被打骂所以才暴躁，而是因为他内心想要控制和支配他人，所以主动选择了暴躁这种行为方式，然后用童年的经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。这就是目的论与原因论的根本差别。原因论认为，因为有了原因 A， 所以产生了结果 B， 而目的论认为，为了达到目的 B， 所以主动选择了原因 A。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，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：你不是过去的受害者，而是现在的创造者。你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你的行为模式不是命中注定的，你的人生轨迹也不是早就写好的剧本。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刻，你都在主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种认知上的转变看似残酷，实际上却是巨大的解放。如果你的痛苦真的源于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，那你永远只能是个受害者。但如果痛苦其实源于你自己的选择，那你就拥有了改变的可能性和力量。第三部分，课题分离，你的人生，你做主。说到人际关系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？
为什么人际关系总是这么复杂？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别人的评价和看法牵着鼻子走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要干涉别人的生活？答案就藏在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里：课题分离。课题分离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要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，什么是别人的课题。你的感受、你的选择、你的人生，这些是你的课题；别人的感受、别人的选择、别人的人生，这些是别人的课题。书中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，一位母亲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而焦虑的睡不着觉，每天不停地督促孩子写作业，看到孩子成绩不如其他同学就感到特别羞愧。但我们仔细想想，学习这件事究竟是谁的课题呢？显然是孩子的课题。孩子愿不愿意学，能学到什么程度，学习的后果如何，这些都应该由孩子自己来承担。母亲的过度焦虑实际上是在干涉本该属于孩子的课题。你可能会问，难道当父母的就完全不管孩子了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无情的袖手旁观，而是在保持关爱的同时明确边界。你可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必要的支持，但你不能替孩子承担本来就属于他的学习责任。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你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送给朋友，结果朋友的反应很冷淡，你开始胡思乱想，是不是朋友不喜欢我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这份礼物选的不合适？但如果用课题分离的思维来看，你选择送礼物表达心意，这是你的课题。朋友对礼物的反应如何？这是朋友的课题。你已经真诚地表达了善意，这就足够了。至于朋友为什么反应冷淡，可能有各种各样你完全不知道的原因，也许那天心情不好，也许不善于表达感谢，也许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些都不是你需要承担责任的课题。课题分离的核心理念是，每个人都是，并且只能是自己人生的主人。你不能为别人的人生负责，别人也无法为你的人生负责。当你真正理解并实践这一点时，就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来人际关系可以变得如此轻松自在。你不再需要时刻察言观色，不再需要为了讨好他人而委屈自己，不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和选择承担责任。与此同时，你也会开始真正尊重他人的选择，不再试图去控制和改变别人。第四部分，自卑感是成长的动力，而非逃避的借口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自卑感这个话题。每个人都有自卑感，这是人类最普遍的心理体验之一。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自卑感，而在于你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感受。阿德勒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，自卑感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它其实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。正是因为感觉到自己还不够好，所以想要变得更好；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，所以努力去弥补和提升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自卑感其实是健康而积极的。真正的问题出现在有些人陷入了自卑情结，也就是把自卑感当作不努力、不行动的借口。比如说，我数学成绩不好，所以肯定考不上好大学；我长得不够好看，所以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另一半；我家庭出身普通，所以注定不会有大成就。这些都是典型的自卑情节表现。书中有个特别发人深省的故事，一个年轻人总是抱怨自己长得不够帅，因此不敢去追求心仪的女孩。哲学家问他，假如你突然变得非常帅气，你就会去追求她了吗？年轻人想都没想就说，那当然了。哲学家继续问，那如果她还是拒绝了你，你会怎么想？年轻人想了想说，那我可能会觉得她看不起我，或者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吧。哲学家笑了，你看，即使你变得很帅，面对拒绝时，你还是会找到其他的借口。真正阻止你行动的不是你的长相，而是你内心对被拒绝的恐惧。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，我们常常会把自己身上的某个缺点当作不敢行动的借口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障碍往往是我们内心对失败和挫折的恐惧。我们宁愿躲在自卑感营造的舒适圈里，也不愿意去面对可能的挫败和打击。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呢？真正的勇气不是完全没有恐惧，而是即使心中有恐惧，也依然勇敢前行。真正的勇气不是觉得自己完美无缺，而是能够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然后依然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当你开始把自卑感当作成长的信号，而不是逃避的借口时，你就拥有了真正改变命运的力量。那些曾经让你觉得无法克服的困难，那些让你感到自己不够好的地方，都可以成为你向上攀登的阶梯。神奇的是，在人际关系中，你还会发现这样的现象：当你不再拼命渴求被别人爱时，爱反而会自然而然地向你走来；当你不再害怕被人讨厌时，真正的朋友反而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；当你开始真心关注如何帮助和贡献别人时，自己的很多问题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解决。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智慧精髓，通过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看待自己、他人和整个世界的方式，我们就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：不畏惧被人讨厌，而是勇往直前，不
不随波逐流，而是激流勇进，这才是对人而言的自由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